你敢相信科幻电影里的那种拳拳到肉的机甲对决，真的出现在了现实生活中？7月16日，全球首场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正式开启，功夫巨星甄子丹亲临现场，全程专注观战。赛后更是直言：“太震撼了，幸好我不需要亲自上台跟他们对打。”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近日，全球首场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正式开打。不管你看过多少科幻机甲大片，见过多少机器人表演，这次的真人机甲硬碰硬，绝对能颠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这场赛事是深圳本土的重型机器人一手操办的。赛事面向全球敞开大门招人，前后200多支顶尖研发团队报名凑热闹。经过一轮又一轮严苛筛选，同台比拼，最后只留下了32支强队晋级正赛。为了绝对公平，全场比赛不搞特权，不搞定制机，所有队伍统一标配重型 T800 人形机器人，大家起点完全一致，纯靠技术说话。这款机器人身形接近成年男性，身高 1.73 米，体重75公斤，搭载了高精度、高强度液压关节系统，人类职业拳手能完成的直拳、勾拳、回旋踢、抱摔等格斗动作，它都能流畅完整复刻。据研发团队透露， T800 的关节扭矩表现十分亮眼，普通人若是被它全力一脚踢中，承受的冲击力堪比被家用轿车撞击，威力不容小觑。当晚擂台登场的2台机甲各有各的风格，白色机甲叫雄鹰，黑色机甲叫斗牛士。2台机器刚踩上擂台，连多余的热身试探都没有，直接就是白热化贴身缠斗，根本不给对手喘息机会。白色雄鹰一套组合直拳连环输出，攻势又猛又稳。黑色斗牛士侧身灵巧格挡，反应超快，紧接着一记扫腿精准反击，直接把对手逼退。有一说一，整场擂台攻防节奏快得离谱，转身出拳、低位侧踹、近身拉扯轮番上演，金属撞击的沉闷巨响贯彻整个场馆，听着就让人热血上头。不过机器人对战就难免重心失衡摔倒，但这2台机甲根本不带慌的，倒地几秒内就能自主调整重心，稳稳站起，全程不靠场外人员帮忙，平衡控制能力直接拉满。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机器人在你来我往的打斗中，还会对着台下观众招手比心卖萌，而当对手倒地时，他们还会对着对手跳舞挑衅。这看的观众们都乐坏了，纷纷调侃道：“对面的工程师团队得气得半年睡不好觉。”严重怀疑他们格斗代码只写1个月，嘲讽代码写了1年。当然，整场比赛最炸裂、最出圈的名场面，还得是比赛尾声的无头机甲。白色雄鹰抓住走位漏洞，一记力道十足的高鞭腿，精准命中黑色斗牛士的头部，直接踢断了机甲颈部连接件。一瞬间，斗牛士的头部模块直接脱离机身，就靠几根线缆悬在半空，看着跟报废了没区别。现场所有人都默认这台机甲铁定丧失战斗力，只能遗憾退场。结果呢，后续的操作直接看懵了全场。很多人都不知道 T800 的核心设计，它走的是躯干分布式主控方案，平衡传感器、动力系统、核心控制器这些关键部件全都藏在机身躯干里，而头部就只装了视觉摄像头，单纯负责拍画面，根本不掌控整机运作。简单说就是头没了，机器照样能打。于是失去视觉之后，黑色斗牛士迅速切换感知模式，靠机身内置的力传感器稳住重心，面对对手的持续进攻，依旧稳稳挥拳，认真格挡，硬生生撑完了所有剩余回合，全程没有失控倒地，这韧性真的没谁了。亲眼看完这波极限操作的甄子丹彻底被震撼到了，拍了一辈子动作戏，见过无数影视机甲道具，以往的机器人表演都是提前写好的固定程序，花架子居多，根本没有这种真实受损、带伤作战的场面。这回近距离看实体机甲硬碰硬，
机器自带的厚重力量感、零失误的精准动作，彻底刷新了他的认知，直呼太震撼了，幸好我不需要亲自上台跟他们对打。而比赛直播传到网上后，全网直接刷屏炸锅，不少人直呼童年经典铁甲钢拳的科幻剧情真的被深圳搬到了现实里，这科创实力是真的顶。大部分人一开始都觉得机器人格斗就是博眼球的网红噱头，花里胡哨没实际用处，但看完整场比赛才懂，擂台之上的每一次碰撞，每一次攻防，都是对人形机器人综合性能的极限测试。外行看热闹，看的是机甲打斗够不够帅，够不够燃；内行看门道，看的是实打实的技术硬实力。平时我们见到的机器人展示，都是稳定环境下的预设动作，零干扰、零风险，看着完美，却没什么参考价值。但格斗擂台完全是未知动态战场，机器人移动、出拳、挨打的全过程都要实时微调重心，既要打得准、打得稳，还要在失衡、部件受损的突发状况下持续作战。硬件结构、传感精度、AI 决策速度，每一项都要经受最严苛的考验。而且这场比赛真的足够公平，主办方严禁任何队伍私自改装机甲硬件，所有人用一模一样的设备，输赢不靠堆配置，不靠硬件碾压，纯凭各团队的算法优化、感知技术和攻防策略，玩的就是纯粹的技术对决。可能有人会问，好好的机器人为什么非要拉上擂台挨打打架？道理其实很简单，实战才是最好的试炼。实验室的环境太稳定、太理想化，根本模拟不出高频撞击、瞬间失衡、部件破损这些极端工况。只有在擂台上频繁摔倒、硬扛冲击、带伤作战，机器人隐藏的结构缺陷、算法漏洞才会彻底暴露。研发团队靠着这些一线实战数据迭代优化，能大幅降低后续商用落地的试错成本。同时，海量的对抗数据也能持续升级 AI 算法，让机器人摆脱死板的预设程序，拥有自主预判、主动反击的真实临场能力。你可别以为机甲格斗只是娱乐，它的使用价值远超想象。赛事打磨优化的控制、攻防算法，后续都会逐步开源，落地到各行各业。工业巡检、灾难救援、安防巡逻这些高危场景，都需要机器人具备抗冲击、稳行走、适配复杂地形的能力。而这些擂台打磨出来的硬核性能，刚好能完美适配实地作业需求。能撑起这场全球顶级机器人格斗赛，深圳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产业底气。深圳流仙大道10余公里的范围内，扎堆了一众头部人形机器人企业，整机厂商和上下游供应商，半小时车程全覆盖，形成了上下游比邻、产销一体的绝佳格局。不止深圳，粤港澳3地更是形成了完美的科创闭环。香港高校深耕底层算法理论，广州校区攻坚运动控制、多模态感知技术，澳门对接全球科创资源，3地资源互补，协同发力，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保驾护航。国内如今的机器人赛事也玩出了鲜明的差异化。北京的机器人马拉松主打长时稳定，考验机器人的续航和行走平稳度；深圳的格斗联赛主打动态对抗，考验临场感知、决策和应急能力。一静一动、一稳一拼，双向补齐了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测试标准。后续主办方还会依托这个赛事 IP， 制定全球统一的机器人竞技规则，吸纳全球顶尖人才，把国产机器人赛事体系做大做强，让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稳稳领跑全球。不少人吐槽，费这么大劲搞机器人打架，纯属浪费资源，博人眼球。但稍微了解行业发展就知道，任何产业的崛起都离不开赛事试炼。早年汽车拉力赛的赛车跑得还不如马车快，照样被人嘲讽。可正是赛事积累的故障数据、实战经验，推动汽车技术迭代，最终实现大规模普及。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格斗赛正处在一模一样的关键节点。擂台胜负只是一时的流量热度，真正值钱的是一次次极限对抗打磨出的底层技术，是慢慢沉淀的完整产业协作体系。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这场揭幕战只是国产人形机器人突围的起点，未来全球分站赛、年终总决赛会持续落地，靠着标准化的竞技平台，持续打磨技术，聚拢人才，完善生态。
擂台的热血对抗终会落幕，但不断迭代的核心技术、持续壮大的科创生态，才是深圳打造这场赛事的真正目的，也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站稳全球舞台的最大底气。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属于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科技时代真的要来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